好，我们的下一支要介绍，这个也是厉害的，对吧？但它这是新版的，因为本来蝉那一只很受欢迎，是可是它那一只后来绝版，绝版了，不然后出了。然后这个是新的，这一支在台湾也没有，我也觉得很妙，居然没有人引进这一款。因为台湾的许 s 斗可能重点都放在保养品吧，他可能觉得他的香水市场不大，对，因为他把重心放在他的保养品，好吧？那他可能就错估了我们的消费力了。很多保养品牌都低估了香水的市场，然后很多香味都没有进。是，那我看到 Shiseido 有这个 Zen 就是英文的蝉嘛，对，原本那一支，对，那我对这个 Zen 蝉我就特别有兴趣了，因为我自己本身就非常的有蝉意，是吗？哎，我自己说的啦。OK， 所以我自己是蛮期待这一支 Zen 它是想要怎么呈现。我觉得它的那个香水的包装都没有偏到就是它香水的包装跟它保养品的包装都有还是有比较一致性。它没有说因为出香水就把香水包装做的比较那个，因为像 Dior 啊什么，它就会为香水去做一个它独特的包装。可是 Shiseido 的香水都是还是跟它的保养品的包装一样，对，还是有可以连接的地方。是。但是新版的这一个整个颜色非常明亮 ，OK， 好，我们超亮。观众朋友看一下，因为我如果没记错，旧版的 Zen 是白色的，而且金光闪闪呢，就一点都没有禅意啊。你哪有？你知道让我想到哪里吗？你有看过金光闪闪的金阁寺吗？了解。但是我的禅意都比较偏绿意哦，就是比较木头啊，比较偏绿，比较回归大自然的感觉。那一片落叶就可以体悟佛性这样子。落叶可以啊，秋天的落叶就是黄色的。是真会记，这个 Shiseido 应该定期来帮他们做一下顾问，这样来。我真的，一看到它就觉得说，好像一个金黄色的金阁寺矗立在你的面前。真是懂说。因为你真的有看过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对了，因为金阁寺我没看过啊，金阁寺也在日本吗？对啊，日本金阁寺。OK， 好，不说没有人知道。因为我刚好去的时候，学识浅薄啊，小孩，你刚好不知道吧？刚好不熟日本。对啊，因为刚好去金阁寺的那一次，然后我们刚好下午的时候，可能快接近落日之前，它那个阳光这样晒过来，刚好整个金阁寺是亮的哦，而且是金色的。那这样就有你说的像这个样子哦。好，那你觉得 Zen 蝉既然叫蝉，它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没有，它本来蝉它走的应该就会有点像你走进SPA会馆那种很自然、很舒服的感觉。从寺庙变成SPA会馆，这也是蛮特别的咯。因为我觉得香味它，我不觉得它香味会有寺庙的风它那个是禅意的话，对，比较是他们的，譬如说抹茶文化，或是茶道文化。对，它比较不会像我们如果想到禅，我们就会想到寺庙。对，是。但是我想要禅，我就比较偏打坐，比较偏静坐的时候。对，就是盘腿而坐闭目这样子。我觉得它应该周边的一切安静，是安静沉静，所以它应该原本的那个版本是真的非常不扰人，就是很自然舒服的存在于身上。原本那个你有闻过？很久了，好，很久以前闻过。因为那个之前那一版确实也出蛮久了，对不对？对。那这个新版我们是没闻过，但要不试试看看跟你的想象跟我的想象有没有一样？对，金阁是金碧辉煌，对不对？那我是自己一个人打坐。原本那个好像是很舒服的木质香调，没错。好，看这一个新的它有什么真的呈现？很亮对啊，你看连打开来这边都是亮的，你会反射到自己，真的是新的。
有禅意出现了。我怎么觉得我整个闻不到前段香？它现在是很一致性的输出，它没有说同时出现很多种你一闻就知道的，它是非常平稳、非常直线，很像这个。如果我要形容说寺庙里面的香，有没有插这个香嘛？香如果飘出了这个香烟袅袅，它就是非常一致性的一直输出这一个味道，非常平静平衡的一直往上走。我觉得它这跟刚刚那一支银座还有这一支，它让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他们的后段香会一直穿透过来。你前面闻到的是什么？因为我其实一开始我没有闻到前段香，我一直会闻到后段的木质调。是吗？然后我现在才开始有点葡萄柚的感觉出来了。葡萄柚，对，因为我前面有闻到一点点柑橘，类似柑橘的味道，但是它又不是那么的柑橘，因为没有很甜，没有，而且它是很稳的线性式的，一直。还是日本的菠萝比较不甜。前调感太前调实在是太神秘了，可不可以帮我们揭秘一下？我觉得它前调不明显，它前调葡萄柚、菠萝、香柠檬、橙子，然后果然是比较偏柑橘一些。对啊，可是我觉得那个木质调一直穿透出来，就是那个柑橘没有那么的，它没有那么橘子，没有那么 juice 的感觉，它没有那么 juice。那你觉得这个前调目前呈现的，你觉得它比较像是在什么场合？非常带禅意的感觉，就是香烟袅袅，但是似有若无的存在于存在于空间或身上的一个香气。因为它是很平和的，就一直在这里稳定的出现， 对不对？对，它没有让你一喷上去觉得这就是香水，我有喷香水哦，没有。但是它有没有喷呢？有。它把每一个香味的精髓有到，但是都把那个扰人的状态抽取掉了。对，因为它的中段是栀子花，是紫罗兰，然后小苍兰，然后还有玫瑰跟莲花，莲花本来就不扰人，然后它还有鸢尾根 ，OK， 鸢尾根照道讲会粉，但粉的感觉没有了。紫罗兰照道讲会刺激你的嗅觉，可是它刺激你嗅觉的感觉没有，但是它有保留鸢尾跟紫罗兰香味。小苍兰应该甜的，可是小苍兰现在闻起来没有这么甜。OK， 然后你闻到都是花原本要呈现的香气有，但是扰人的那个刺激感啊，或是粉感啊，对，没有。我到现在柑橘调慢慢的离开，但是还是存在的啦，比较褪去一些之后，现在出现是花香调的出现。那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呈现禅它本身要表达很重要的意义，就是似有若无。好像有，事实上又没有。那你说没有，可是它又有，这个很奇怪的这种呈现。禅就是一个精神，它留住每一个东西的精神，是，可是又不让那个精神会去打扰，不是打扰，因为它如果是精神，它就是自然而然存在于你的灵魂跟空间里的。对，就很像说我们常讲。什么是企业文化？什么叫文化？你都说得出来，可是它是一个无形的东西。对，可是它却是重要的价值所在。就是它虽然是无形的东西，可是它是有形的存在的。是，而且是重要把我们这个团队凝聚在一起的一个文化。这个就是一个精神嘛。你说的精神。那我觉得这一支禅，它在这一块表达的相当到位，很厉害。这是不是这一个
创作的这个大师是有修行过的啊，他是一个法国人嘛，对吧？调这一支真的是一个，对啦，是大师。是大师，酷。那你觉得这一支？但忘记他的名字啊。所以你觉得这一支会用在什么场合嘞？觉得放在你今天想要让你自己的心平静一点，或是你想要跟自己对话的时候，你这样讲，它很适合打坐或泡茶的时候。是，然后或是你觉得你今天就是想要让你的心是无波澜的，你想要平静的做任何一件事情，对，而且它也很适合你跟长辈相处的时候用的香水。我倒觉得这一支反而是它给人家是很平静的感觉，对不对？对。因为如果朋友有问题，或者心情不好，或者是遇到什么困难，就可以叫他用这一支。常常蛮多人会来找我聊天的。所以因为我这是正面磁场的发电机，他们喜欢找我听听我跟他们讲一些事情。那我觉得如果我穿这一支的话，第一个一见面的时候就稳定，磁场就对了。对，就让人家觉得很安稳。可是它是用花香跟柑橘来呈现它的稳定哦。因为通常一般人家用稳定会用木质调来做，对不对？可是它却是用花来让人家觉得怡然舒服的感觉，很不简单哎。其实它香精比例放了不少，还是都是油的。是啊。OK， 好，这一款我觉得在你跟朋友见面的时候，你也可以用这一支。其实它也让我想到昨天在大稻埕看夕阳的那个氛围。夕阳投射4、5点的时候，对不对？对，你看着它的时候，你的心是平静的，虽然旁边闹哄哄的。对。可是你不知道，你每一次看夕阳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心是平静的。是。然后觉得那个投影在水里面的那个。对。很美，然后对，很舒服。那这个是老了。干嘛？哪有？从小到大看夕阳都这样，不是吗？开玩笑。对，我们要掺杂一些这个幽默在里面嘛。OK， 我觉得这一支不错，它可以居然用花香调把平稳、让人家心情安定的方式表达进去，这个是不简单的，因为一般都会用木质来做，对不对？它后面有木质啊。后面有木质。有。但是我现在还没出来。我是从一开始就一直觉得那个木质调一直穿透在前中，对，它一直穿透过来。我觉得这一支还蛮棒的。那我们前调先落在这边，对，待会回头等下来感受它的后调。打坐了2个小时过去之后，看看会不会有悟出什么样的人生大道理，好不好？待会见，拜拜。天哪，这一支很赞呢。Zen 自由禅。对。他说这个造型是光立方。光立方哦。对，光立方。可是它真的很像金阁寺。对，金光闪闪的金阁寺。这个后调，光立方。我迫不及待要分享这个后调厉害。光立方，所以自由禅，因为阳光洒进来的光立方原子。哇！阳光洒进来，有时候我们会看到那个会有一点影子嘛。对。它是把那个影子抓下来当它的瓶子。对呢。有光照，就是光就会有反射嘛。太阳射进来的时候，不是我们有时候会看到那个反射的光影。是。他把那个光影抓下来当瓶子就对了。哇，这是艺术家。对。艺术。这样感觉就很有禅意了。是。好，来，那这一支后调 ，Zen 给你的后调，现在在你身上什么感觉？我觉得它在我身上后调只是要帮助中段跟前段更强大而已。因为我完全，它的后调有广藿香，有焚香，是，雪松、琥珀，麝香、树脂。哇，我完全感觉不到啊！完全感觉不到。我觉得你有感觉到吗？没有。但是我很喜欢它的中后调，为什么？因为一开始它是不是用很平稳的柑橘调呈现，对不对？然后我说中段开始带出一些花了，很平稳的花，平和。
那但是现在的花柑橘调褪去之后，现在这个花香更加的多层次，而且更丰富，更清幽。真的假的？你要不要闻一下我的味道？我闻到了，甚至连鸡蛋花都出现。我闻一下你的，你的身上跟我身上完全不一样，你要不要闻一下我的？你的还是比较偏中间前面的感觉。是我刚刚一开始是不是闻不到？我闻不到啊，我一开始闻不到香味，它现在是整个显现出来，对，而且它是整个让前中段的香味完整的整个好像整个炸开来的香味。OK， 很奇怪为什么？本来要说都没有什么变化，是你禅定了，你知道人家打禅坐的时候会入定啊，定住了。我感觉我的是打完禅之后，你真的是开悟了。开悟了哦，整个棒哇，厉害！这个是开悟，一开始还没有悟到，就是很懵懂，但是后来整个对啊大彻大悟的感觉，这样哦。哇，你这个讲的真好。我感觉好像我刚刚一开始喷在身上的时候像清晨，阳光是天亮没错，但是太阳还没有晒进来，然后我现在整个是太阳晒进来之后。整个亮起来那个感觉，睡了一觉，整个醒来了，就是悟出了道理了哈。对啊，我真的闻不到后面的那个焚香，我完全没有。是，我觉得那个后面的木质调，只是要让那个前段跟中段的花果香感觉更完整的融合在一起。等一下这30秒一定要交给你来讲。我觉得这2支很赞呢，这个它刷新了我对徐 C 斗香水的感觉。是，里面表达这个禅表达的相当的好。从本来他一开始闻不到它是什么，后来到这个恍然大悟，恍然大悟了哦。而且我觉得这一支跟原本那一支要展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对，那一支就真的很禅风，很禅意。这一支是。用另外一个方式是表现禅这个东西，所以它叫自由禅。所以创作者自己本身也一直不断的在体悟了哈，他自己就更进化了。2支应该不是同一个人，不是同一个人，不是同一个。那对我来说，它就是一开始柑橘的稳定，那现在是更加多样的花呈现。那很像心情的转变。一开始香烟袅袅嘛，对不对？一直很平和的输出一贯性的味道。那到后面呢，开始层次变多了，因为自从有了打禅之后呢，人生变丰富了。而且是更清幽。这个清幽有一点像是俯瞰，就是假如说我们在本来是在1、2楼之间看人生，会觉得说怎么很多的困顿泥沼。但是到了50楼以上之后，80楼回头看下面楼层，一切就是一切在你的眼里都觉得这么的平和啦，就是没有什么涟漪了，没有涟漪，对，不再起波澜了，你懂我意思？就是当你到心无更高旁碍吗？对，心无挂碍了，心无挂碍，好，就是只会有一抹微笑这样子的感觉，因为现在花香让我觉得就是笑看人生的这种，就看什么都了然于心。对，你谢谢帮我表达非常好。我觉得这个后调让我觉得有这样子的意境氛围出现，好，那所以你会给它带来什么样的调性呢？它木质果香调，但是我闻不到它的木质啊。但因为我觉得它也不能说它木质不存在哦，因为它让果香是沉下来的，它不是 juice 嘛，是，所以很像你在果园会闻到的掺杂着树木的那种果香。所以，我闻到果皮的味道，对，它应该是属于木质花果香啦，不能说它有花香，它花有花也有果这样子。对，木质花果香。OK， 那你会给它这个香调几分？9.5。9.5。我觉得它的变化的方式很特别。
对，是它变化的方式很特别。对，给你从本来一切茫然懵懂，就是后来就整个炸开这样。它取了所有成分里面香味都取到，然后把刺激的那个氛围全部抽掉。所以它留给你的是一个有点类似香味的意境，是，可是又都结合得很好。OK， 那我会给他，我反而在这一支，在我身上闻不到木质调了。我相信是有的，因为有一些，可是它并不显著。它反而是第一次让人家觉得你要表达稳重这件事情是用花香调来表达。那这是我觉得它最有特色的地方，所以我会把它定义在花香调里面。那花香调又如此的柔美跟平和，又让人家觉得心情沉静，而不会刺激，不会过于兴奋，也不会过于这个你知道像晚香玉就有点太过头了，对不对？好，那这个就是很平和的出现。我会给他这个花香调9.6分。因为它表达实在太好了。居然有一支用花香的香水可以把平和的气息表达的这么好，把它表达这么有禅意。自由禅，它要表达的应该是说，你要有所自由的时候，不是说你可以随意想干嘛就干嘛。真正的自由应该是有稳重做基底，就是你已经到了一个境界，你才有自由的资格。是，而不是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这种自由。不是，对不对？是你一定要有所付出后之后，你才能享受真正的自由。自由，它的自由有点超脱的意思了。对，就是解脱了，就是你已经不再束缚，你到了一个程度的时候，你不再受束缚。你的真自由，你就可以真正的自由。对 ，OK， 真正的财富自由，真正的被动收入嘛的什么东西？真正的生活掌握你自由，自己的对，真正的人生自由。对，我很喜欢有一个这个管理大师，他是这个奇异的总经理，叫做 Jack Welch， 杰克威尔许。他说，管理好你的人生，否则你会被管理。对啊，对，就是意思就是说，只有你先管理好你自己的人生，不然别人会介入你，帮你管理。是，那你管理好你自己的人生之后，你才能真正得到自由跟。不然你就会被所有的束缚管理啊。对，我账单还没缴什么的。对。那如果账单还没缴，像我一样还付不出来，就多喷这个。让自己平静下来，赶快所有东西自由。是，好 ，OK， 非常谢谢明芳，谢谢跟我们介绍这一支光立方。真的来现场试，我真的觉得 Shiseido 的香水让我惊艳，好不好？真的馋。那待会30秒2支就拜托你一下喽。好，待会见，谢谢你们，谢谢来试香，欢迎来试香哦，拜拜。